大家好，我是 Anthony。这期视频想借着最近的邯郸初中生凶案，聊一下中国的留守儿童和城市化问题。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案情。3月10日，河北邯郸的3名初中生杀害同班同学小光，并转走了受害者微信中的190元人民币。作案后的第二天，3人还照常上学。当受害者家属和警方询问受害者下落时，3人给出了前后矛盾的供词，试图误导警方。看了这个案情，我的感觉是，这3个凶犯从动机到手法都极其原始和冷酷。他们之所以还敢在作案后玩游戏、去上学，面对询问能淡定的撒谎，并非因为心理素质特别强，纯粹是一种原始的、未开化的邪恶。近年来，中国频繁爆出恶性的校园暴力事件，但像这样残忍的事件也是很少的。对此，舆论更多的集中在如何给这3个凶手定罪量刑。需要承认，中国法律在对校园暴力的预防和惩戒上是严重不足的，但我认为法律对这类事件的帮助非常有限。校园暴力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中国校园暴力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就预感到受害者小光应该是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因为他和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农村儿童太像了。当事人就读的是肥乡区旧店中学，这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学校。有媒体报道，小光的父母离异，父亲在外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家人印象里，小光是一个稳当、老实的男孩，父亲形容他性格有点软，偏内向，在村里遇到长辈一般不会主动喊人。这一切都非常符合一般的留守儿童的特点。而小光遇害也早有预兆，3个人欺负他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他好欺负。他爸爸说，孩子有段时间排斥上学，但家人都以为小孩子是贪玩，还劝孩子继续上学。现在看来，这其实都是求救信号。相比欧美各国，由于中国在国家层面缺乏对校园暴力的大规模调查、搜集和统计，没人知道真实情况有多么严重。根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从2013年1月到2015年5月，校园暴力事件的公开报道迅速攀升，从2013年2月间的231件，发展到2015年4月的1830件。这并非因为2013年之前暴力事件真的那么少，因为这些事件中相当多是由于施暴者自己用手机拍摄了施暴过程，将视频上传网络并引发舆情，才为人所熟知。而2013年到2015年，也正是手机在中国校园迅速普及的时期。从现有的调查来看，中学生校园暴力发生率在农村要高于城市，在差学校要高于好学校。在广大的县城和乡镇地区，校园暴力更加频繁，也更容易被忽视。而这些地区才是中国真正的底色。在中国的县城和乡镇中学里，除了少数能从原生家庭获得支持，或者受学校和老师保护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生活在一种纯粹的暴力秩序之下。这种暴力主要来自2方面，一是学校对学生的暴力。相比大城市的中学，县城和乡镇中学教师的管教方式要粗暴和专制得多。我在2022年12月发布的这期视频里，列举了中国学校管理模式是怎样给学生造成心理创伤，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越是在落后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就越是粗暴。2019年，贵州某中学为了禁止女生化妆，让男老师用脏抹布强行脸上卸妆，而这所中学的学生也是以留守儿童为主。粗暴的管制也容易引来激烈的反抗，比如2015年河南省永城县某高中，学生因学校食堂饭菜价格高质量差，将超市和食堂砸毁，并掀翻前来抓捕的警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的这种专制和暴力主要针对的是以下犯上，即学生不服从学校纪律的行为。至于学生之间的互害，学校则并不怎么关注，甚至是纵容和漠视的。而这正是乡镇中学学生面临的第2种暴力。在广大县城和乡镇中学里，盛行的是纯粹的丛林法则。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由老人带大的孩子，在面对欺负时更容易选择沉默，
即使和父母相聚，由于每年相聚的时间很短暂，和父母感情也不够亲密，通常也不会告知父母。哪怕父母就在本地工作，如果父母缺少时间精力，又没有文化，或者自己也很粗暴，不够支持孩子，那么孩子也倾向于忍耐。一部分受欺负的学生可能会寻找其他同学为自己报仇，以暴制暴，还有一些会选择向老师报告，少部分人甚至会加入另一个暴力组织，为自己寻找靠山，不再被欺负。我们这个频道经常批评中国的应试教育，但比成绩至上更糟糕的现象是暴力至上。乡镇中学和职校经常成为校霸和黑社会横行的地方。在一个小团体内，学生们很快就学会识别哪些人好欺负，哪些人不好欺负，而那些在被欺负时没有第一时间反抗的同学，就往往成为恶意的倾泻对象。这些学生在以维稳为重的中国校园里，是很难得到校方救济的。我曾经和一位在乡镇中学读书的女生交流过，她告诉我，学校的校园暴力很严重，不仅老师经常体罚学生，学生之间也互相伤害，而挨老师打的人通常也会被学生欺负。她经常挨一个女老师的打。有一天，她终于受不了，告诉了她妈妈。她妈妈立刻去学校找到那个老师，并暗示了自己和校长认识。从此，这位老师从此再也没有打过她。这当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有相似处境的孩子都不可能去复制和模仿。这位女生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权力真的很有用。这是在那种处境的人非常容易有的想法。学生的个别的暴力，源自学校的体制化的暴力。学校不去保护受欺负的同学，未必是因为校霸有某种背景，而仅仅是从维稳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这必然会让弱势者吃亏，被迫息事宁人，甚至有老师和校霸结盟，利用校霸来维持班级秩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的支持，缺乏陪伴，出现各种心理障碍是大概率的。当然，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放宽，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守儿童现象在中国如此严重？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中国0至17周岁儿童人口为 2.98 亿，其中流动儿童7109万，留守儿童6693万，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 1.38 亿，占中国儿童总数的 46.6%。在流动儿童中，虽然有一部分是可以与父母在一起的，但由于频繁的迁徙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因此同样属于弱势群体。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超过200万的省份有8个，合计2570万人，其中河南省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超过600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城乡2元户籍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的特殊地位。在3年大饥荒时期，上海附近的江浙农村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严格管制，农民并不能像民国时期那样来上海逃荒。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但实际上直到2000年后才逐渐取消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政策限制。2003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案。作为外来人员的孙志刚因为没带暂住证，被警察遣送到收容站后遭毒打身亡。该事件随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并促成了收容遣返制度的废除，但也说明了当时外来人口遭受的歧视有多么严重。另外，孙志刚能引发舆论热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是一名大学生，而不是流浪汉和农民工。不过时至今日，中国政府的政策思路仍然是利用农民工的劳力进来打工，但并不考虑他们如何在城市安家，而是希望他们将家庭留在自己老家。农民工无法与城镇户籍的人享受同等权利，子女无法在父母身边入学，除非达到一定门槛，但这对农民工来说是相当苛刻的。由于各种各样的隐形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大多只能从事餐馆、发廊、工地、家政等零工，或者个体工商户或城市摊贩等。这些工作的特点就是缺乏职业的稳定性和保障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对全国农民工的调查，
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比 38%， 近5%的农民工没有社保。虽然这是10年前的数据，但至今也没什么大的转变。这足以使得农民工无法满足各大城市的居住门槛。例如，上海居住证就要求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保满6个月。此外，尽管目前社保政策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社保的途径，但这条途径需要个人负担原来由企业缴纳的部分，相当于变相增加了生活成本。中国的官媒经常宣布，中国没有外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现象，并将其归结为中国特殊的制度优势，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人为地剥夺了农民工的居住权，使其难以拖家带口到城市居住，而且处于随时可能被驱逐的状态。中国政府一方面提倡城市化，另一方面又严控大城市的人数。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至2040中，202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目标被设置为2500万人，并要求实现20年的零增长。但这与城市化的目标并不矛盾。从实际操作来看，当局是既不希望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一线城市，又不希望他们都留在农村。当局为他们设计的城市化方案是来县城。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强调，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了让农民来到县城，当局在县城投入了大量资金，利用行政力量大批关闭农村学校，将教育资源都集中到城镇或者县城的中心小学，这样还可以吸引农民在县城买房。然而，在不触及深层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广大县城死气沉沉的局面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大量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在大城市。这意味着留守儿童的父母仍然需要进入大城市打工，和孩子分离的状况没有改变。在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也会出现乡村衰落、家庭离散、心理问题高发等问题。然而，随着农民被城市所接纳成为市民，融入城市社会，这些也都会成为一种历史上的过渡现象。然而，中国的这种行政指令式的城市化，不仅难以形成城市文明，还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留守人口群体。如今许多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子女在老家附近的县城或者镇上租房住，农村老家的房子空置着或者留个老人照看。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也使得人的生存处境更加恶化了。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个体自发选择的城市化，的确很有中国特色。因此，在越来越高的城市化率背后，人们看到的不是象征着市民社会的开放和包容精神的增长，而是与日俱增的戾气。而最近爆发的各种校园暴力事件，只是这些社会矛盾中的一角。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